漫威里的英雄去看自己的电影还要门票吗？金刚狼帅气地出现在电影院，检票员却让他去买票。你看我像不像电影票？像，非常像。害怕的检票员只能乖乖让他进去。后面的大能也想免费看电影，他伪装成了金刚狼，一个箭步就跑到了检票员的面前。看我的电影票！检票员伸手捏碎了他的狼爪，还有3根辣条，然后一拳送走了他。另一位英雄也来看电影，他集中精力变成了隐形人，然后大摇大摆地绕过了检票员，溜进了电影院。检票员敏感地回头看了看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看到眼里的大能也打起了小心思，不就是隐身吗？我也会。然后开始发功，用手捂着眼睛自信地走了过去。掩耳盗铃的本事还真是登峰造极。检票员也配合地看向天花板，还真把我当瞎子了。大能入戏太深，当看到灭霸的手套时，才把他拉回了现实。检票员把他丢了出去。这时闪电侠嗖的一下出现，他的速度太快，凡人在他眼里就像慢动作，嗖的一下飞了进去。爬起来的大能也想试一下，他学着闪电侠的动作，飘飘的往前跑，还拿走了女孩的电影票。检票员一脸懵逼的看着他，到了地方还好心的帮他掉了个头。这时黑寡妇出现，他凭着灵活的身体，检票员也拿他没有办法，还没反应过来人就没了。大能大开眼界，觉得自己也行，于是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学着黑寡妇的姿势跳到了检票员的身上，拿出一根辣条就开始打啊打。检票员把他推出了5米开外。原来米国队长的盾牌里面是披萨。他帅气的来到电影院，女粉丝看到后直接晕倒了。检票员赶紧亮出灭霸的手套，别紧张，我有票。原来是来看电影的呀。大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他也准备了一个盾牌。激动的女粉丝再一次晕倒了。又是你这小子，身体是真好啊，只是这盾牌很眼熟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披萨。检票员打翻了他的披萨，接着又是一拳送走了他。想看场电影也太难了。这时超人出现，大能让他帮忙溜进去。超人用激光眼燃起了黑烟，检票员只能先去救火，周围乱成一团。大能开心的跳着小舞走了过去，正赶上灭火回来的检票员，这一次又失败了。他整理下心情，单枪匹马的再次来到检票员的面前。你妈喊你回家吃饭。趁他回头的间隙，赶紧去抢灭霸的手套。检票员把他推出了5米开外。等他再次使用超能力时，才发现手套上面全是软糖，真正的宝石已经被大能掉了包。他启动超能力，检票员瞬间化为了灰烬。这下没有人阻止我看电影了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多的漫威英雄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超级英雄去看自己的电影还要买票吗？蜘蛛侠被检票员拒之门外，非人类禁止入内。蜘蛛侠不甘心，一气之下开了一家超级英雄电影院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检票员也来为他们剪彩，只是被剪的红布怎么这么眼熟？电影院里出现了2只蜘蛛侠，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检票员摘掉假蜘蛛侠的头套，就要把他赶出去。小伙一激动变成了绿巨人，好好的英雄装什么正常人？检票员害怕的向他道歉。这时其他超级英雄也来看电影，检票员专心玩着手机，竟然没听见。后面的模型女看不下去了，瞟了一眼检票员，变成了同款的他，就连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模型女让他去休息，然后让超级英雄赶紧进去。这一波神操作让检票员都在怀疑自己是假的。闪电侠紧随其后，像箭一样的速度，检票员还以为产生了幻觉。猫女也来看电影，检票员见她这么漂亮，忍不住多聊了几句。这时橡胶人的小手出现，猫女趁机溜了进去。检票员递给她一杯爆米花，这也太省事了，身体不用动就能吃到零食。看到这么悲伤的电影，小丑竟然哈哈大笑，而且越笑越大声。再看其他人，哭得像个孩子，而奇异博士却看不懂喜剧。看到别人笑得这么开心，他倒回去再看一遍，还是没看懂。再来一次，他终于看懂了。这人反应也太慢了。其他英雄对他非常不满，纷纷指责他。尴尬的奇异博士只好开启传送门离开了这里。模型女却觉得电影没意思，开始整蛊超人。她伪装成各种超级英雄，让超人看得眼花缭乱，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猫女则偷偷带进来2只小猫咪，可以边看电影边玩猫咪，一不小心还被水呛住了。超人赶紧开启激光分散猫女的注意力，如果一不小心停电了怎么办？这能难得住雷神吗？有他的地方肯定有电。小黑蜘蛛侠也来看电影，只是他太黑了，在电影院这么暗的地方，总有人注意不到他。你是不是没长眼，没看到这里有蜘蛛吗？金刚狼的爪子原来是吃棉花糖的，味道有点不对，于是让超人帮他烤了一串，就是这个味。大方的金刚狼还不忘和别人分享美食。雷神把锤子放在椅子上，然后去买披萨。闪电侠想坐他的位置，但是那大锤子怎么都拿不动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买完披萨的雷神发现没买饮料，还要再跑一趟。其他英雄很想吃雷神的披萨，但是锤子压在上面谁都拿不动。有这么重吗？米国队长很轻松就拿了下来。
他们分吃了雷神的披萨。你们也太坏了，不知道雷神发现后会有什么反应。你觉得雷神厉害还是队长厉害呢？小伙请了10个朋友看电影，但只买了1张电影票，要想进去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小帅拿着唯一的电影票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他借来别人的爆米花，把电脑放在上面，里面的5位朋友可以一起看电影了。这个方法果然很省票。大美抱着2半的假人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拿出电影票，捡完立马要了回来，抱着他的假人朋友就走了进去，把他放在座位上，亲一口立马变成了真人。这也太神奇了。聪明的马冬梅把白雪公主换成了自己的照片，然后自信地走过去，看见没，我是明星。谁知检票员一脸的嫌弃，别闹了。冬梅不服气，你仔细看，这确实是我。检票员瞅了一眼，立马就相信了，赶紧拿出手机合个影，完全没意识到竟然被保安赶了出去。冬梅开心地走进电影院，2个好朋友也兴奋地跟了进去。老王夫妇也想到了好主意，他们偷偷拿走服务员的对讲机，告诉检票员爆米花被偷了。等他上当以后，老王夫妇和他擦肩而过，只是太过激动，不小心打晕了老王。眼看着检票员就要追过来，只好进去一个是一个。醒来的老王刚想进去，就被检票员喊停了。你的票呢？哦，还是明天再来吧。大美带着男朋友来看电影，虽然没有电影票，但是我有棒棒糖啊。大美拿着棒棒糖就把他催眠了。检票员不受控制的打开红绳，2个人赶紧溜了进去。检票员迷迷瞪瞪，还以为出现了幻觉。三哥也想去看电影，他看到检票员随手拿着美国队长，可能是他的粉丝，于是摇身变成了美国队长。检票员的眼睛都要看花了，自己的偶像驾到，他激动的不得了，直接放他进去了。而这位大姐竟然偷偷拿了几张用过的电影票，只要改一下时间，又可以接着用了。他和他的朋友全都骗过了检票员。这时一只狗狗突然出现，把检票员引开了。随后狗的主人偷偷跑了过来，趁机溜进了电影院，再把狗狗换来，一家3口都可以看电影了。而小丽更狠，她打算直接冲进去，一路横冲直撞，反而把自己撞晕了。如花扭着小蛮腰走来，故意撒了一点爆米花，检票员的眼睛都快看直了。他弯下腰去捡爆米花，检票员赶紧去献殷勤。后面的3位朋友趁机溜进了电影院，而如花利用美人计也不用买票。小不点仗着身高的优势，扮成了3岁的小孩，只要不超过1.2米就不用买票。他屁颠屁颠的挪了进去。后面的大叔见状也扮成了小孩，只是胡子拉碴的没能骗过检票员。不得不说，看个电影也太难了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看电影，你会去吗？超人是怎样坐飞机的？舒适的座椅让他浑身难受，还是和飞机一起飞才能享受天空的自由？猫女准备了一大瓶牛奶，检票员却告诉她牛奶不能上飞机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是只傻猫吗？猫女不服气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她打算把牛奶喝掉。这一幕有没有让你想起哪一个人？喝完一大瓶牛奶，猫女的肚子高高隆起。检票员看着这么大的肚子，告诉她孕妇不能坐飞机。好不容易喝掉了牛奶，才发现是多此一举。后面的雷神一样挺着大肚子，男生怀孕也不行。你是瞎吗？我这是肉，凭自己本事长的。无奈的雷神只能去大厅等着。他打算去厕所缩小一下肚子，却被小偷盯上了行李箱，但是他怎么都拿不起来。这时保洁阿姨走来，很轻松就拿起了行李箱。小偷一脸的怀疑，我为什么不行？难道行李箱还会挑人吗？小偷发现雷神回来了，赶紧开溜。原来行李箱里放着雷神的锤子。这时他发现手机没电了，机场的插头还不能用。雷神一生气，电源竟然满格了。这么神奇的充电宝，你想拥有吗？一个字，绝。蜘蛛侠的护照竟然是头朝下，聪明的检票员一眼就看出这不是一个人。那这样呢？检票员仔细对比之后，终于看出是一个人了，就让蜘蛛侠进去了。而绿巨人却不想让行李箱去托运，然后使出还你漂亮拳，把行李箱变成了巴掌大小，这样总该可以了吧？毒藤女却不想排队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跑到了前面。检票员见她胃这么大，拒绝让她上飞机。毒藤女一生气，吹出一口仙气，植物藤蔓瞬间控制了检票员，她就这样进去了。这时闪电小子跑来，看着慢动作的检票员，差点着急上火。他决定帮助检票员检票，很快就检完了所有的票，只用了 0.01秒，留下检票员一脸的懵逼。金属探测器还莫名的不响了。这时磁铁侠提议他也可以检测，小手在身上这么一扫，没有声音就可以进去了。只是神奇女侠身上的金属太多，差点被吸走了。等人家进去之后，轮到他自己了，小手一扫，声音响亮，磁铁侠倒被赶了出去。橡胶人的包包明显超重了，他还是坚持再撑一下，然后趁检票员不注意，小手拉伸得很长，偷偷提起包包，超重果然解除了，成功骗过了检票员。这么多的超级英雄，你最喜欢谁呢？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保洁阿姨可以拿起雷神的行李箱呢？蜘蛛侠也太倒霉了，连自己的电影都不让看，那换身衣服应该认不出来吧？但是检票员比猴还要精，竟然让他打开衣服，明明是蜘蛛装什么正常人，
蜘蛛侠被赶了出去。他尝试从天花板上爬过去，但是这么长的蜘蛛丝还是被检票员发现了，用苍蝇拍把他打了下来，竟然被自己的蜘蛛丝弹飞了。这时女超人也来看电影，蜘蛛侠让他帮忙送他进去。趁检票员捡糖果的时候，女超人找准机会把蜘蛛侠扔了出去，好巧不巧正好砸中了检票员。两个人深情对视，检票员一点也没有动心，把蜘蛛侠扔进了垃圾桶。看场电影也太难了，女超人看不下去了，她启动激光眼，但是检票员早有准备，激光弹来弹去，弹到了蜘蛛侠的身上，差点变成了烤蜘蛛。检票员笑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女超人趁机跑进了电影院，这时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，检票员突然过敏了，一直打喷嚏。原来黑衣人是超级女侠和猫女，飞走的斗篷落在了蜘蛛侠的头上，晕头转向的还不小心碰到了开关，突然停电了。但是对猫女来说比白天还清楚，拉着超级女侠跑进了电影院。检票员在黑暗中还在寻找着他们，只找到了躺在地上的蜘蛛侠，再次赶走了他。蚂蚁侠也来看电影，检票员一样不让他进。他看到旁边的小汽车，想到了好主意，来到没人的地方，按下腰间的按钮，瞬间缩小了100倍。他爬进小汽车里，嗖的一下钻进了电影院。后面的钢铁侠还在炫耀着强壮的身体，检票员竟然让他进去。他好心提醒我也是超级英雄，没想到检票员却笑了，开什么玩笑，那我还拿着糖果呢。检票员却说这么小的糖果不值一提，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钢铁侠还生气了，不想看都不行。超人和模型女看到检票员正在没收零食，非常害怕，决定换个方式把零食带进去。于是可乐变成了奶瓶，糖果变成了玩具，超人也变成了妈妈。检票员看了一眼怀里的宝宝，还以为眼花了呢，再看一眼，检票员吓得够呛，肯定是最近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。绿巨人一直在控制自己，不能变形，但是总有人激怒他，挑战他的极限。蜘蛛侠在抓苍蝇时喷了他一脸的蜘蛛丝，绿巨人再也忍不了了，一激动释放了原形。蜘蛛侠赶紧道歉，检票员看他这么威武，很想拍张合照，但是绿巨人的小手差点送走了他。蜘蛛侠抓住机会也跑进了电影院，这次他终于成功了，还好没放弃。不得不说，当个超级英雄也太憋屈了，还是做个正常人比较正常。如果是你，会怎么选择呢？8个超级英雄被关在牢房里，谁的超能力可以快速逃出去呢？猫女想利用柔软的身体钻出去，却被卡住了。门卫警告她再想着逃跑，就打断你的狗腿。猫女可不是吓大的，她拿起床上的线团扔出去，正好挂到了钥匙。拿到钥匙的猫女赶紧打开牢门，刚一跑出去，迎面撞上一只大狼狗。猫很怕狗，只好躲回了牢房里。我很好奇，猫真的怕狗吗？另一边的模型女一点也不着急，她看了一眼狱长的照片，瞬间变成了他的模样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向门卫要钥匙。门卫很听话，直接给了他。等人家离开，门卫才发现模型女不见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追了上去。真正的狱长看到走过来的自己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追过来的门卫看到一模一样的狱长，一点也分辨不出来。我管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索性把2个都关进了牢房。模型女也不再伪装了，虽然没有逃出去，但是有个人陪着也不错。闪电侠要怎么逃出去呢？他做了一盘蛋糕，故意邀请门卫一起来吃。当门卫拿起蛋糕的一瞬间，闪电侠快速穿梭在牢房里，拿起他的钥匙，用橡皮泥按出模型，制作了一把一样的钥匙。做完这一切也仅用了 0.1 秒。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门卫只咬了一口蛋糕就被赶了出去。等到了天黑，拿出复制的钥匙，打开牢门就大摇大摆溜走了。不得不说，闪电侠也太聪明了，而蜘蛛侠却在用勺子凿墙，被门卫发现后果断抢走了勺子。这蜘蛛也太笨了。这时蜘蛛侠发现桌子上的钥匙，准备用蜘蛛丝拉过来，需要它时竟然一根都吐不出来，不需要时倒把自己缠住了。门卫看着这只傻蜘蛛，很怀疑他是怎么拯救世界的。雷神有点着急了，他看了一眼绿巨人，想到了好主意，故意把虫子放在他的脚下。害怕虫子的绿巨人火冒三丈，抱起马桶砸开牢门就跑了出去。响动声惊醒了门卫，雷神不慌不忙把锤子递给了他，他也趁机逃跑了。轮到毒藤女了，他准备用枝条拿到钥匙，好巧不巧门卫突然睡醒了，看到毒藤的枝条，准备帮他修剪修剪。毒藤吓坏了，赶紧求饶，看你还敢不敢逃跑。毒藤可不吃这一套，他用枝条缠住门卫的脖子，等他晕倒以后拿走钥匙，打开牢门，他也逃了出去。奇异博士偷偷拿走披风，准备飞出去。他试了几次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脱下来一看才发现上面破了个洞，怪不得不起作用。他用念力换来门卫，开启传送门，把他送到了北极。看这下谁还敢关超级英雄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超级英雄的超能力，你觉得谁的更实用呢？小伙请了10个朋友看电影，但只买了1张电影票，要想进去只能靠自己的本事。小明拿着唯一的电影票，自信地走了过去，随后拿出1张纸飞机扔出去，正好落在朋友的手上。同样的方法无限循环，
别说10个人了，100个人都不成问题。这一次小帅拿来一个滑板车，看到检票员的8字腿有了主意。当大美拖住检票员时，小明躺在滑板车上，小帅打算把他拉进去，但还是被检票员发现了。哪里来的二傻子？检票员把他扔了出去。黄毛很聪明，他钻进了垃圾桶里。不知情的保洁阿姨拉着他进了电影院，这样也可以。小明也想试一下，他也钻进了垃圾桶里，但是却没有这么幸运，被保洁阿姨拉到了大街上。而大眼就更厉害了，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看得检票员心里直发毛，殊不知身后竟然藏了2个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进了电影院。这时一个巫婆出现，她一边念起咒语，一边比划动作，原地转了几10圈，自己没转晕，倒把检票员催眠了，赶紧让几个朋友跑进电影院，然后叫醒检票员，才发现自己也没有票，被检票员赶了出去。活泼的老王登场，他祝检票员生日快乐，太过热情，连检票员都在怀疑今天是不是他的生日。然后拿出棒球棍和灯笼，蒙上眼睛打中灯笼就能赢到糖果。检票员很用心的在挑战，而老王却欺骗了他，带着朋友跑进了电影院。一个摄影师跑了进来，好奇的拍来拍去，当看到检票员时，一下就被吸引了。这男人长得也太帅了，尤其是这挺拔的后背，他拍得很过瘾。检票员也沉迷在做明星的梦里，甚至跑进去好几个人都没发现，就连摄影师也跑了进去。小明戴着 VR 眼镜来到了电影院，好奇的检票员也想体验一下，确实很有趣。小明趁机让朋友们跑进了电影院，然后拿出唯一的电影票，淡定地走了进去。大美鬼鬼祟祟地藏在蜘蛛侠的后面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等其他人进去的差不多了，他才打算进去。只是电影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他只能明天再来了。这次大美和男友一张票也没有买，打算靠颜值征服检票员，显然是他想多了，还是直接冲进去吧。又被赶了出去，给你1块钱行了吧？他可以留下，你俩滚出去。没有办法，他们按响了报警的按钮，正打算往里冲时，里面的人都在往外跑，他们被踩在了脚下。那变成蜘蛛侠去看电影还要票吗？检票员不敢相信会有真的蜘蛛，还特意比较了一下就放了进去。这一招果然好使，不得不说这几个大聪明也太聪明了。不过检票员好像并不这么认为，你们觉得谁更聪明呢？小伙为了藏零食，竟然发明了11种奇葩的方法，只要能骗过门口的检票员，就能边看电影边吃自己的零食。自信的小美在别人惊讶的注视下走进电影院，检票员直接看傻了，殊不知那么大的腚竟然全是零食。小美开心的笑出了猪叫声，而小帅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看电影。那一身的腱子肉把检票员吓得直冒冷汗，等他进去以后，腱子肉变成了各种零食，小帅吃得忘乎所以。这2个人也太聪明了。这一次小帅伪装成了伤者，检票员看他太可怜，让他不用排队就进去了。刚坐下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剪开大腿上的纱布，里面藏的全是零食。这一次他又成功了，外面的小丽急得团团转。很快他就想到了好主意，伪装成了检票员的同事，然后告诉他换班时间到了，让他去休息。检票员看了一眼陌生的同事，没有起心就走了。嚣张的小丽开始没收零食，这样也可以。他打包了这么多的零食，一边看电影一边大快朵颐。小美这一次手拿棉花糖伪装成了啦啦队，检票员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很爽快地放她进去，但是小美却说先去一趟洗手间。那你去吧。后面的小帅听到后也想到了好主意，他变成了小美的模样，检票员竟然没有看出来，就让他进去了。这时真正的小美蹦了出来，她竟然被绑架了。小帅在里面吃得正香，忽然看到旁边的小美还有后面的检票员，小帅吓得差点哭了。这么热的天气，小丽竟然戴了一顶厚帽子，而且还冻得瑟瑟发抖。旁边的几人都不理解，我冷不影响看电影吧？检票员就让他进去了。重要的不是帽子，而是帽子里面的东西。小丽可以开心的吃零食了，刚才还笑她的3人也厚着脸皮向她伸出了小手，这把小丽骄傲的比吃到肉还香。这一次更奇葩了，她穿上白色的斗篷，戴上凌乱的假发，变成了阿飘，然后关掉电源，她嗖的一下出现，快速跑向检票员，把他们几个吓得一个比一个跑得快。把他们吓跑以后，小丽拿着捡到的零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电影院。这些奇葩迷惑的行为我们看完哈哈一笑，可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在10万颗糖豆里藏着一颗黄色的子弹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糖豆和子弹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体积很小，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老王提议可以在里面加入水，糖豆容易溶解，而子弹不会。只是这么多的糖豆溶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都是黄色的，一样很难找。主持人建议他们用嘴巴去找，一口咬碎就是糖豆，硌得牙疼肯定就是子弹。这个方法通俗易懂，3个大男人秒变3只大鸟，开启了鸡刀米模式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主持人决定让他们凭本事获取奖励，用手中的玩具枪击中前面的水杯，谁打落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每个人有5颗子弹，黄毛第一个先来，
瞄准目标开始射击，枪法一点也不准，只打中了2枪。他的成绩是9个水杯。轮到老王了，他的枪法很准确，第一枪就打掉了大部分的杯子，好像高兴的有点太早了。接下来的4颗子弹全部打偏，老王的成绩是7个杯子，而乔治不慌不忙，淡定的打了3枪，杯子纹丝不动。2位对手却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最后一枪终于击中了目标，打掉了11个杯子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10分钟，其他2人只能在边上眼巴巴地望着。这些糖豆坚硬丝滑，乔治躺在里面得意忘形，或许玩一整天都不会够。他扒开一颗一颗的糖豆，均匀统一的颜色实在头晕，而那颗子弹又很相似，一个人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啊。很快10分钟结束，继续开始第2个挑战，往玩具枪里面装子弹，谁先装满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3个人同时开始把子弹挤出，然后赶紧装，手忙脚乱，子弹还小。黄毛首先完成了任务，数了一下，1颗没少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糖豆有些重量，而子弹很轻，只要吹上一口仙气，飞出去的肯定就是子弹。听起来好像不错。黄毛掩饰住内心的小激动，若隐若现的开始尝试，生怕被别人发现了。只是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们继续开始第3个挑战，蒙眼装糖豆，不多不少，每人100颗，必须把糖豆装进另一个杯子里，谁装的最多就能赢到放大镜。老王蒙上眼睛，主持人悄悄把水杯放到一边，没想到老王的第6感这么灵敏，竟然找到了水杯。他凭着记忆一颗一颗的往里面放，虽然洒出去很多，但他的方向是对的。最后数了一下，装了44颗糖豆。轮到乔治了，这一次杯子放得有点远，他用糖豆听声辨位，希望能找到杯子。牺牲了那么多糖豆，终于找到了，于是一鼓作气把剩下的全部倒进杯子里，结果1颗没进去，他只装了1颗糖豆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只是他的运气太差了，始终找不到杯子在哪。直到丢完了所有的糖豆，黄毛的杯子空空如也。这一关老王赢了，他拿着放大镜开始寻找，仿佛又多了一只眼睛，但是子弹不知道被翻去了哪里，加上放大镜依然找不到踪迹。第4关挑战是踩气球，谁先踩完就能赢到手电筒。3个人一起开始了比赛，用力踩爆脚下的气球，再把墙上的一扎破。乔治的速度很快，但无需发一次性击中了白色气球。主持人告诉他手电筒的作用，塑料子弹在光照下会发光，所以找到的几率特别大，但是只能使用5分钟。为了方便寻找，特意关闭了现场的灯光。乔治扒开一层一层的糖豆，在光照下颜色统一，并没有变化。突然一个亮点出现，他紧紧捏住，终于找到了那颗子弹。多亏了手电筒的帮助，寻找了4个小时，太不容易了。幸运的乔治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一颗泡沫球里藏着一颗白色的珍珠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万美金，周围还隐藏着各种惩罚或奖励。白色的泡沫球填满了整个房间，而珍珠的尺寸又很小，想要找到它比海底捞针还要难。3个大男人竟然莫名的有些兴奋，躺在泡沫球里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黄毛往前一趴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大大的插号预感很不好。他转动转盘，转到了绑住双腿15分钟，黄毛变成了美人鱼。杰克和乔治一点也不羡慕他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连珍珠的影子都没有发现，而杰克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5分钟，一个是瘸子，一个是瞎子。乔治感觉机会来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钻到桌子下面去寻找，但是却找了个寂寞。杰克的惩罚时间到了，他解放了双眼，只是消失不见的珍珠让他和瞎子有什么区别？主持人拿来3个容器，在里面加入神秘的液体，当接触到泡沫球时，立马就被溶解。30秒的时间可以让整块泡沫板消失吗？谁溶解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1次，失败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把泡沫板掰开小块，然后放进容器里，一边溶解的同时一边往里塞。很快30秒结束，主持人比较了一下高度，杰克溶解的最多，乔治的最少，所以他要转动惩罚的转盘，转到了用胶带绑住双手，而且还不限时。杰克转到了使用鼓风机1分钟，小小的鼓风机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他也只能盲目的浪费时间。好在他又找到一张奖励的纸条，使用金属探测器1分钟。这破机器走到哪里想到哪里，难道这地面也是金属的吗？再说和珍珠又有什么关系？很快1分钟结束，他们继续用手接着寻找。泡沫球是软的，珍珠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乔治又找到一张纸条，使用磁铁1分钟，他拿着磁铁到处去吸，这宝贵的1分钟说啥也不能浪费。结束才发现珍珠好像不是金属的，所谓的奖励也不一定是奖励。主持人提议让他们藏在泡沫球里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再次转动转盘。黄毛和乔治戴上透气面罩就钻进了泡沫球里，而杰克却躺在了桌子上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果不其然，等主持人冲进来，眼睛只盯着泡沫球，很快就找到了黄毛。他检查了每一个角落处，不小心踩到了乔治。杰克去哪了？
摄影师的猪叫声暴露了目标，藏在这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5分钟，把其他2人支走以后，房子里只剩下杰克1人了。他独享着来之不易的空间，很快就发现1个人寻找和3个人寻找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依然还是找不到。很快5分钟结束，其他2人也加入了寻找，几乎找了5个小时，仅有的耐心也快用完了。这样的比赛看似简单，其实很折磨人心。只有黄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好像摸到了什么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那颗珍珠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小的珍珠竟然被他找到了，这绝对是运气爆棚。黄毛沉浸在喜悦中，兴奋不已，一切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一颗水晶球里藏着一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它就是谁的，周围还隐藏着随机的惩罚或奖励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3个人彻底释放天性，在里面打起了滚。老李找到一个罐子，奖励1包饼干，大叔找到了一瓶汽水，在这里面吃东西感觉味道更好了。黄毛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好在他也找到一个，却是惩罚的纸条，双手被铐住15分钟，他双眼紧闭，一脸的人畜无害。手铐怎么突然不见了？黄毛赶紧说是水晶球打开的，不关我的事。还没等他开心，又找到一个罐子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15分钟，该来的还是会来，躲也躲不掉。他们仔细的寻找着这么多的水晶球，想要找到金豆子无疑是海底捞针。大叔觉得可以把水晶球扒到一边进行筛选，但是水晶球太活泼了，很难移动它，下面更是什么都看不到。他只有使用老办法，金豆子比水晶球隔脚，或许可以踩到它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？这时评委提议让他们在里面捉迷藏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赢到护目镜。3个人保持安静，1人一个角落。评委开始寻找，他听到了笑声，在下面抓到一只大腿，找到了黄毛。老李声东击西，扔东西引开他，没想到评委不按套路出牌，反方向扑过去，找到了老李。这一局大叔赢了，拿到了护目镜，他在下面还是一样的看不见，这工具也太多余了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3个人比赛跳水，谁的姿势有创意就能赢到吸管面具。老李张开手臂，直直的趴了下去，评委给他打了8分。大叔选择回眸一跳，像一只大青蛙，评委给他打了5分。白毛的是驴打滚，分数是6分，所以这一局老李赢了，得到了全面照护吸管，但是一样的不好用，趴在下面什么都看不到。第3个挑战是打拳击，输的人要戴上眩晕镜，左勾拳右勾拳，他们打得很开。黄毛一个没站稳，首先被淘汰了，又是一拳解决了老李，大叔又赢了。而黄毛必须戴上眩目镜，晕头转向的让他一动也不想动。大叔还是踩着小碎步继续寻找。3个小时后，他突然感觉硌着脚了，蹲下去查看，还真是那颗金豆子。大叔竟然找到了它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不得不说大叔也太厉害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让你在100个美女里找到自己的女朋友，你能找到吗？1颗假花生中有1颗真花生，谁先找到它，就能赢得1亩地的真花生。满满一屋子的泡沫花生里，有惩罚也有奖励，想要找到那颗真的，属实不容易。3个人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激动的在里面打起了滚。很快大叔找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绑住双手20分钟。大叔表示没关系，我用嘴巴一样可以找。黄毛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让他戴上拳击手套10分钟，但是这样并不影响他寻找。杰哥那边就倒霉了，他必须蒙上眼睛20分钟，看不到还怎么寻找呢？大叔说你可以用脚踩呀，听到嘎吱一声就找到他了。不得不说大叔很聪明，很快3个人都解除了惩罚，恢复了自由。他们漫无目的的找着，这么多假花生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真的呢？这无疑是海底捞针。这时大叔提议可以把这边的全部推到另一边去，这边检查完之后再推过来检查那一边。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于是他们开始了行动，不停地扒拉着泡沫花生。但是黄毛和杰哥还是没有找到真的，2个人很失望。只有大叔还在不停地寻找，一会找到了喝的，一会找到了吃的，貌似大叔很会找东西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大叔开心地大喊着，我踩到嘎吱嘎吱的声音了。接着真的拿出了那颗真花生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找到了它。恭喜大叔今年有吃不完的花生了。幻想一下，如果让你在一堆100面额的钞票里找一张1元的，你会找得到吗？男人找到一颗会隐身的海珠子，只要把它放进泳池里，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谁能找到它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偌大的泳池水很深，海珠子一点痕迹也没有，想要找到它简直难如登天，看是看不见了。他们只能靠着触感去寻找。半个小时后，3个人没有任何收获。主持人拿来一个防水眼镜，谁能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最长就能得到它。3个人一起沉入水中，努力的坚持着，多一个辅助工具就多1分希望。老王坚持了35秒，阿伟坚持了44秒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拿到了防水眼镜，有了他的辅助再也不会担心眼睛进水了。主持人拿来3盒乒乓球，让他们依次放进水下的网兜里，一次只能拿1个球，谁先完成就能赢到新工具。
3个人一起拿球，然后潜入水下寻找网兜，距离并不远，他们必须来回循环把小球全部放进去。阿伟很快就找到了技巧，左边2步拿小球，右边2步放网兜，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务。这一关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潜水面罩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再也不用担心脑子进水了。但是海珠子不但体积小，还会隐身，就算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一定能找到。主持人下水试了下，确实毫无头绪。他提议开始第3个挑战，让他们比赛游泳，谁能快速返回就能拿到新工具。3个人疯的一样冲出去，快速游到对岸开始返回。阿伟和乔治紧紧相连，但还是阿伟首先碰到了岸边。第3关还是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对脚蹼，穿上之后就像鱼儿一样身体灵活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淹死了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让他们在水下灌篮，谁能投进就能获得新工具。小篮球轻飘飘的，扔出去就会浮在上面，正常人应该投不进吧。他们轮流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老王这次运气很好，竟然投进了，他终于赢了一次。新工具是一个渔网，只要在水中网来网去，很有可能会网到海珠子。历经了3个多小时，身体没有泡发，他们倒累坏了。老王索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无奈放弃了挑战。阿伟和乔治还在继续寻找，只要他还在泳池中就不会放弃。阿伟窝在角落里好久没有动弹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他竟然找到了失踪的海珠子，太不容易了，肯定是阿伟的坚持感动了他。主持人发现尺寸好像变小了，但他没有怀疑，还是把奖金给了阿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一颗假彩虹豆里有一颗爱慕豆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得1万美刀。2种豆子的颜色几乎差不多，只是爱慕豆的形状稍扁一些，上面有一个大写的爱慕，里面是巧克力，仔细一看很容易分辨，但是要在1亿颗里找到它，等于是海底捞针，所以他们会通过各种挑战来获取线索。比赛刚开始，主持人故意藏在里面一块手表，测试一下这么大的东西好不好找。3个人在里面仔细的摸索，老王找到了那块手表，为了奖励他，主持人让他多看了一眼爱慕豆，老王赶紧记住他的模样。随后主持人选了一颗就丢进了彩虹豆里，然后搅拌搅拌就开始了比赛。3个人各捧一堆豆子，开始一颗一颗的筛选。这么多颜色，谁也不知道那颗爱慕豆是什么色，他们只能靠猜测。很快开始了第1个游戏，主持人拿着一颗彩虹豆，猜对颜色的就会得到一个线索。没想到小特一下就猜对了，主持人小声告诉他不是橙色的。主持人又拿起一颗豆子，没想到还是小特猜对了，然后又得到一个线索，不是黄色的。有了这2个线索，小特忽然觉得有些简单了，他猜测可能是最喜欢的绿色，然后他开始搜集蓝色的豆子。大伟和老王在一旁一脸茫然。接着开始第2个游戏，3个人头上有一个水桶，里面有一半的彩虹豆，最后掉落的会得到一个线索。小特和老王2人都很谨慎，只有大伟一直在傻笑，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这时老王的水桶偏离了头顶，所以他失败了，而大伟还在傻笑着，就算笑哭了也没停止。很快他的水桶就掉了，这次小特又赢了。主持人悄悄告诉他不是绿色的，他忽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猜错了，然后倒掉了蓝色的豆子。就算知道了3种不存在的颜色，但是这么多豆子，一个人不可能找到。他决定和同伴分享线索，一起筛选彩虹豆。听到这个重要的信息，老王决定筛选紫色的，大伟决定筛选红色的，而小特又捡起了蓝色的豆子。废话不多说，3个人立马开始捡豆子。半个小时后，主持人让他们开始第3个游戏，3个人把豆子扔向外面的水桶，一共有10次机会，只要进去5颗豆子，就会再放进去1颗一样的蓝豆。老王开始投掷，只进去了1颗豆子。接着轮到小特了，他也只投进了1个，还有4次机会。大伟必须投进去3颗才可以，他让小特拉着他的手，整个身子伸过去，离水桶的距离就近了很多。他很快投进了3颗豆子，主持人拿着1颗 M 豆就扔了进去，正好扔在了大伟的屁股旁。大伟让他们不要动， M 豆就在旁边。反应过来的主持人赶紧过去扒拉扒拉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就在大伟的旁边仔细的寻找，一颗一颗的筛选。说时迟那时快，3个人一起大叫。只见老王紧紧抓着一把豆子，小特也抓着不肯撒手。老王说你撒手，我分给你1000美刀。小特说3000，少1分我都不撒手。老王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在手心里找来找去，那颗爱慕豆去哪了？然后咬了一口红色的豆子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 M 豆。原来他的手心出汗，把那个字母 M 融化了。他把吃了一半的 M 豆交给主持人，恭喜老王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分给小特3000奖金吗？下一个挑战，奇葩捉迷藏。在1000万颗水晶球里藏着一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3万卢布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而金豆子会沉入池底隐藏起来，所以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3个大男人莫名有些期待。水晶球的质感可以玩上一整天，只是里面的水温很低，但是奖金却很诱人。他们在里面扒拉了半天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
主持人拿来3个水桶，每人选择一种颜色的水晶球，谁先装满水桶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老王选择收集蓝色的水晶球，黄毛选择收集红色的，而乔治很聪明，黄色的居多，一抓一大把。他们坐在一起安静地捡小球，好像小时候捡豆子的场景。老王快人一步，首先装满了水桶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金豆子是黄色的，这个线索很意外。老王一转身就分享了出去，告诉他们金豆子是绿色的。狡猾的老王也太天真了，连小孩都知道金豆子是什么颜色，这又不是什么机密。老王忽然觉得上当了，这主持人也太坏了。3个人继续寻找，水晶球是软的，金豆子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看到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主持人忍不住跳进了圈子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寻找的乐趣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金豆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。于是开始第2个挑战，助手把10个弹力球藏进池子里，1分钟的时间，谁找到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他们开启翻找模式，弹力球比水晶球大一些，但是翻来翻去，位置来回移动，只有乔治找到了2个，其他人一无所获。他的奖励是一个渔网，把水晶球盛出来就能挨个筛选，只是这种方式太慢了。乔治索性把小球榨成汁，捏不动的肯定就是金豆子。主持人坐在里面不舍离去，他不相信这样的比赛有多难，非要加入他们一起寻找。助手送他们1人1副手铐，唯一的钥匙就藏在水晶球里，谁先找到就能解放双手。被铐住的感觉太难受了，他们只能用心去找钥匙。黄毛身材瘦小，轻易就翻转了双手，而乔治和主持人怎么也翻不过来，但他竟然发现了装钥匙的盒子，其他人赶紧去抢。乔治紧紧抓住不愿撒手，黄毛使出全力掰开他的手，一下抢走了钥匙。黄毛解放了双手，获得了自由，他还赢到一个盆子，其他人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虽然没了双手，用脚一样可以找啊。助手为他们打开手铐，继续开始下一个挑战，谁先把水晶球投进前面的杯子里就能赢到奖励。4个人轮流去投，这样的距离有些难度。乔治运气很好，终于投进了一个，他的奖励是一根管子，金属碰到管子会发出声音，所以很有机会找到金豆子。乔治半信半疑，一边搅拌一边仔细听声音，就这样弯着腰寻找，而队友却在找机会整蛊他。乔治好不容易寻到的声音，回头一看竟然是人工的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是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寻找。突然一个清澈响亮的声音响起，他试了很多遍依然存在，把手伸进管子的底部，一颗闪亮的金球浮了上来，他终于找到了金豆子。将近6个小时的比赛太不容易了，恭喜乔治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